开始上课啊。那这门课是这个 EECS 2060 Discrete Mathematics 啊，就是离散数学。然后我是赵启超，我是清华大学电机系。那我们稍微第一堂课稍微讲一下这堂课的上课内容，还有一些相关的事情。那么这门课的这个先修科目啊，一个是这个高中数学啊，然后是就基本我刚刚讲做高中数学，那最好是修过微积分啊，就是把微积分修完啊，因为主要这个微积分是基本这个大学大一数学应该要学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是微积分是 prefer 啊，你修了会比较好。然后这门课啊，基本上我要教这个 discrete and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啊，就离散跟组合数学。然后这门课设定的对象是大二啊，是电机系大二，所以我会假设这个大概的 background 是电机系大二的同学啊，程度会是这样的程度啊。然后会有3部分，因为这个离散数学的课，各不同的系所、不同的学校都有开。这个教的内容不像其他的课，不像比方说像线性代数那些比较标准。那这个离散数学的课不同地方开的课内容会不见得完全一样啊，会有一些差异。那我刚刚讲过啊，我这边设定的对象是电机系大二，所以我会考虑我挑出来教的东西是比较合适这个电机系大二的同学啊，所以会选的东西，所以跟其他有不同班别开的不见得完全一样啊，就包含的范围就不见得完全一样。那我大概会把它分成3部分啊，分是这个 fundamental， 就是一些基本的东西，跟大家会教13个小时啊。那大概有哪些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逻辑啊 ，logic。第二部分是这个 set theory 啊，这2个东西 suppose 以前都有学过，所以我基本上都很快都教过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就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应该也学过啊，我只是会强调一些该要注意的地方。那再来就教这个函数啊，那基本函数的定义啊，还有一些几类函数的相关的性质，还有这个所谓的 pigeonhole principle。那再来我们就教这个 relation 啊，就是所谓的 binary relation。那 binary relation 的基础定义，还有我们会特别讲2类比较重要的 relation， 一个叫 equivalence relation， 一个叫做 partial ordering 或 partial order 啊，这2类的 relation。所以这是基础的部分。再来呢，第2部分就是这个组合数学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叫做 enumeration。enumeration 就是计数啊，就是什么？就是你在数这个东西有多少个，好，或者方法有多少种，就类似你以前高中学的排列组合的东西啊，要数多少个。那但是我们会教一些新的方法啊，就你可能高中排列组合大概都只是用到加减乘除可以算出来的东西啊，那我们这边会用到一些，会教你一些新的技巧啊，就你以前光用加减乘除算不出来的啊，就有一些方法。那一开始这个 principle accounting 就是大概就是回忆一下以前高中的排列组合的东西。那再来就是一个叫做 principle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的东西。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解这个所谓的 recurrence relation 啊，就是你在很多时候 enumeration 的过程里会把这个你要算的东西变成这个 recurrence relation 啊，这个东西或者叫做 difference equation 啊，就是差分方程。然后我们会解这个 recurrent relation， 先解 homogeneous recurrent relation， 再解 non-homogeneous recurrent relation。如果你学过微分方程啊，这个解法就跟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解法很像，只是更简单一点，因为这是 discrete 啊。那微分方程那边是连续的，那通常 discrete 东西都比连续的东西简单，所以你如果学过微分方程，再学这个 recurrent relation， 就会变成很简单啊。你没学过也不是不能学啦，也是可以，只是如果你学过微分方程，这个解这个 recurrent relation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那再来就是我要介绍这个所谓的 generating function 啊，那这个 generating function 就是 enumeration 主要新学的这个技巧。那一开始这 generating function 就拿来解这个 recurrent relation 啊。
那用 generating function 解 recurrent relation 就有点像这个微分方程里面你用这个 Laplace 转送来解类似，它是用另外一个 domain 的东西先解出来再变回来啊。然后 generating function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它也可以直接拿来算这个做 enumeration 用啊，就是你不直接算那个，而是你算你要算的那个数的那个 sequence 的 generating function， 那有的时候算 generating function 比直接算会容易啊，所以再来就是会介绍一个例子，叫做 partition of integer 啊，我们就有各式各样的 partition integer， 然后有多少种方法去 partition 这个 integer 啊，所以这个generating function 这个部分会等于是这个 enumeration 里面比较新的技巧。那这些 enumeration 主要是在做什么啊？很多时候这 enumeration 是要拿来算这个复杂度啊，比方说一个 algorithm 的复杂度。你要到底，比方说你要算这个东西到底多少个，要做什么啊？你要估计一下，比方这个东西全部做下去要花费多少时间，或者花费多少计算的power 啊？所以我需要算这个东西大概有多少啊？所以这个 enumeration 有的时候就是要拿来算这个复杂度的。所以我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algorithm 的 complexity 大概的一些概念。好，这是前面两部分啊。那第三部分就是这个通常离散数学里面都会教到的一部分graph theory 的东西，就是图论的东西啊。那这部分我们会教的比前面两部分多一点啊，大概会教到，可能也比一般的离散数学的课会多教一点。这部分我们会教22小时啊。那大概一开始会先介绍，因为对这个电系同学而言，第一个这个 graph theory 还蛮重要的。第二，可能很多课都没有教过啊，这边会多讲一点。然后第一部分就先介绍这个什么叫做 graph 啊，然后它的性质，然后就会介绍就所谓的 graph isomorphism 啊，什么样叫做两个 graph 是 isomorphic， 然后会来介绍这个 Euler trail、Euler circuit 或叫 Euler cycle 的东西，然后这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再来会介绍这个 planar graph， 就是平面图啊，就一个图。可不可以画在一个平面上啊？那再来就介绍一种特别的 graph， 叫做 tree 啊，就是通常叫树状图。那这个树状图的定义跟性质，还有这个有些 tree 是有根的啊，有 root 的 rooty tree， 然后再来就是 spanning tree， 然后还有 tree 跟这个 sorting 相关的东西，是第三部分，对不起，就是这个讲这个 optimization 跟 matching 的东西。那这边主要有4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 shortest path problem， 就是最短路径的问题，然后我们怎么样解这个最短路径问题？通常有一个 algorithm 叫 Dijkstra algorithm 来解这个最短路径问题。再来就是这个 minimal spanning tree 啊，这个通常一个 graph 的它有好多个 spanning tree， 那通常我要找一个，比方说是这个 minimal 的 spanning tree， 那怎么样找这个 minimal spanning tree 也有对应的 algorithm。那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 matching problem 啊，就是所谓的bipartite graph 里面我要找一个 matching 啊，那我们怎么样找一个最大的 matching？所以叫 maximum matching 的问题，那也有一些对应的 algorithm 来解这个问题。那第4个问题就是这个 max flow 的问题啊，我在一个网络里面怎么样定义这个 flow， 然后在这个 flow 里面我要满足一些条件，然后我要找一个最大的 flow。那这边对应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定理叫做 max flow min cut theorem 啊，所以大家会教完这个，我前几年基本上都有教完这些部分啊，所以可能后面这部分是跟其他离散数学课我可能比较多教的部分。好，这是这门课的内容啊，我们预计会教50小时，上课50小时啊，因为一个学期是18周，扣掉最后一个礼拜期末考周，所以每周3小时，原来应该是51小时，天放假，所以我们就剩下50小时，所以预计你把上面3部分加起来，刚好是50小时啊。因为我通常我考试都不在课堂上考，不会占到课堂时间啊，所以这个一共会50小时。我们的课本啊，这个 Gromady 这一本啊，就这本书啊。不过这本是 hardback， 就是硬壳的，你们通常买的是paperback， 就是那个国际版的这个软壳的书啊，就这本书 Gromady 的第5版。好，然后后面的 reference 啊，这后面有2个蓝色的标出来，是我第3次教离散数学的第3年啊。我们20年前大概教过一次，也差不多教3年，然后10年前教过一次，也是教3年。今年是这个第3次教的第3年。
然后我第一次教的时候就用这个第一本书啊 ，reference 的第一本书。那这本书这个第一作者这个 Robert James McGillis 是我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啊。那我也比较喜欢他的书，只是那个书已经 out of print 了，所以已经没办法用了，买不到了。那这第二本书这个 Biggs 这本书是我第2次教的时候用的书啊，那3年都是用 Biggs 那本书。但是因为那时候这个全台湾只有我用这本书。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书的市场，有时候你数量太小，那书商不太想进，那就选了这个现在这本书啊。然后通常用的比较多的在台湾教离散数学用的比较多，就是 Gromady 这本书，还有下面那个 Rosen 那本书啊，可能很多课都是用 Rosen 那本书。那这2本书用的比较多，2本蓝的那个看起来比较简洁啊，就是它不会废话不会太多。你很快就看到要看的东西啊。那这2本书这个里面写的字都比较多一点。那中间那2本 C.L. 刘的书啊 ，C.L. 刘就是我们以前的刘炯朗校长啊，他的书，他的那本 Elements of Discrete Mathematics 这也是一本很有名的书，有很多课用这个书。第2本那个刘校长的那个 Introduction to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啊。然后最后一本书，这几个人都很有名啊。这个第一个 Ron Granham， 第2个是 Donald Knuth 啊，这都是有名的人。教科书的情况啊。